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40岁起追求的最佳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生中绝对不能做的5条禁忌规则；第二，聪明的人会将金钱和时间投资在这些事情上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生中绝对不能做的5条禁忌规则。作者曾经历过人生的重大低谷，在42岁那年，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。尽管在一家公司辛勤工作了20年，他最终仍然被迫走到了绝境。他在股票投资中损失了700万日元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自由支配资金，甚至连家人的信任也随之失去。每天他一想到那些失去的东西，便感到深深的痛苦，甚至一度认真考虑过是否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种对未来的极度绝望几乎将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然而，在经历了2年的低谷之后，作者的人生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他眼前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，金钱、时间和内心的余裕逐渐同时具备。在进入40多岁后，这3种余裕开始在他的生活中展现出来，压力大幅度的减轻，他每天都能带着微笑、心情愉悦的生活。他的年收入在短短1年内翻了3倍，尽管仍然是公司职员，但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作者说，财务自由和内心的宽裕让他不再需要压抑自我。此外，他还吸引了大量的粉丝，甚至出版了书籍，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可能有的人会问，作者是如何从谷底翻身的？答案在于他掌握了一些小的诀窍，通过坚持不懈地实践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技巧，最终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，特别是严峻的低谷之后，作者意识到，有些事情是人生中可以做的，但有些事情则绝对不能做。他发现，只要明白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并坚定地执行该做的事情，避免不该做的事情，即使不做任何特别的举动，生活也会逐渐好转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作者总结出的5条禁忌规则。第一条人生禁忌规则是绝不能放弃自己。放弃自己是人生中最致命的错误。作者深信，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只要不放弃自己，生活就还有希望。即使像他一样陷入低谷，长时间挣扎，转机也可能随时会出现。人生中或许会有呼吸都感到沉重的时刻，但请记住，活着就有希望。如果对自己的人生不抱希望，您将无法发挥出全部潜力。即便具备能力，却因放弃自己而无法充分施展，最终错失本可实现的梦想。只要坚持下去，就能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。此外，放弃自己会导致拖延，想做的事情应该立即行动，因为当您萌生想法时，正是最佳时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会逐渐疲倦，健康状况也难以保持巅峰。因此，想做的事情一定要趁早去做，否则将会留下终生遗憾。第2条人生禁忌规则是不要把自我投资放在次要位置。近年来，自我投资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。对于资金有限的人来说，自我投资应该是首要选择。通过提升能力，您能更高效地管理时间和资源，并获得成倍的回报。无论年龄多大，自我投资永远不会太晚。尤其在100岁人生时代，持续学习和健康投入至关重要。最推荐的自我投资方式之一是健康投资。定期锻炼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不仅能增强体力，还能提升心理韧性。健康是所有努力的基础，因此绝不能忽视。第3条人生禁忌规则是不要过于严肃的生活。过于严肃的态度会让生活失去乐趣。社会往往推崇严谨认真，但作者指出，适度放松更能让人享受生活。过于严肃的人倾向于僵化思维，不仅对自己苛刻，对他人也不宽容，甚至因此错失许多机会。学会适当放松，是生活的重要课题。在必要时刻不要过度忍耐，
这种不必要的负担只会阻碍您实现目标。第4条人生禁忌规则是不要在晚上思考问题。夜晚是大脑最疲惫的时刻，容易陷入消极思维。无论白天发生多么不愉快的事情，都应该在夜晚学会重置，让身心得到休息，将重要的思考留到第2天，往往能得到更积极的结果。第5条人生禁忌规则是不要做无关紧要的决定。在人生的各个阶段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重要的支撑。忽视与他人的连结，不仅会让生活失去温暖，还可能在需要帮助时孤立无援。作者建议，珍惜身边的每一段关系，学会感恩和包容，这将让人生更加充实和幸福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聪明的人会将金钱和时间投资在这些事情上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金钱和时间。您如何运用这2样东西，投资于何处，基本上决定了您的人生走向。因此，关于如何将金钱和时间有效投资到关键领域，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建议。第一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是建立工资以外的收入途径。当你想要增加年收入时，是否只是依赖公司发放的工资呢？虽然通过在公司努力工作来逐步提高收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，但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性。作者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拼命工作，期望仅通过公司工资来提升年收入，最终在30多岁时达到了年收入1000万日元。然而之后，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，年收入只增加了1万到2万日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随着公司形势的恶化，作者经历了大幅降薪和降职，这使他深刻认识到，仅仅依赖公司的工资来获取收入的风险过大。现如今，即使是大企业，也无法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因此考虑如何通过工资以外的途径增加收入显得尤为重要。从税收角度来看，工资收入属于累计税制。在日本，年收入超过900万日元的部分需要缴纳33%的税，超过1800万日元的部分税率高达40%，实际到手收入将逐渐减少。因此，作者得出了要增加收入必须依赖工资以外的途径这一结论。例如，通过副业或投资等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相关费用，享受税收减免和退税，这在税收上更为有利。此外，拥有多个收入来源，即使其中一个突然消失，您仍能维持生活，从而保持稳定的心态。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拥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来源可以减少对上司或公司的依赖，减轻自己的压力，提升生活的轻松感。现如今，即使是上班族，也可以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轻松开展副业。在投资方面，利用定额投资，从20多岁开始逐步积累，也有可能在未来实现财富增长。实际上，作者在43岁时从零开始使用推特和博客，经过1年零2个月的努力，实现了收入的增长，并在短短2年内，收入达到了公司工资的2.5倍。作者并没有特别的技能或知识，只是一个平凡人通过每天坚持不懈的积累成果。因此，即使现在开始也不算晚。你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建立工资以外的收入途径。第2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是寻找极其有价值的相遇。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，与值得尊敬的人相遇可以极大地改变您的生活。实际上，作者通过推特与近30位自己敬仰的人见面，每一次都深受感动，体验到了新世界的广阔和新的价值观。这些见面经历不仅极大地激励了他，还带来了无数新的想法和行动的动力。首先，您需要意识到，自己目前所了解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常通过书籍、电视和网络了解许多杰出的人物，比如您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史蒂夫·乔布斯的演讲，甚至听到杰夫·贝佐斯的建议。然而，仅通过这些内容，你很难真正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往往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伟人。因此，亲自见面才是关键。当您亲自与这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交流时，
您将真正感受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力，这让您明白，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。当然，有时候您可能会遭遇拒绝，但也有许多人愿意与您见面。如果有机会与这些人交流，即使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，你也应该优先考虑，因为这样的相遇蕴含着巨大的价值。第三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是减少疲劳并维护身体健康。作者已经步入40多岁，在这个阶段，体力会逐渐下降，这种变化与20-30岁时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过去，即使感到疲惫，只要好好休息，第二天早晨通常可以迅速恢复。然而，在42岁时，作者开始感受到一些明显的变化：视力下降、肩颈疼痛、进食过多引发的胃部不适，以及早晨的疲倦感，特别是在熬夜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身体状态明显不好。对于40岁以上的人，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很熟悉了。尽管如此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年龄增长感到绝望。实际上，一些有效的减少疲劳的技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疲劳的恢复时间变长，因此我们应尽量减少疲劳的产生。具体而言，当感到疲惫时，应该优先休息，避免深夜工作、多任务处理和暴饮暴食，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。这些看似基本但非常重要的措施，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虽然40多岁时体力可能会有所下降，但处理事物的熟练程度会有所提高。关键在于学会适当的放松，不要过度勉强自己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将会非常有效。顶级运动员擅长调节状态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为了保持最佳状态而设计的。我们也应该如此。现如今，作者每天早晨醒来时都感觉神清气爽，能够在早晨的几个小时内集中精力工作。他不再经常感冒，健康状况良好，思维清晰，处于人生的最佳状态。长期的疲劳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因此，在40岁以后，我们应尽早采取措施去减少疲劳。此外，除了减少疲劳，40岁以后对身体的投资同样重要。此时，我们通常会承担更多的责任，管理重要的项目，扩展人脉，收入也会增加。保持健康在这一关键时期尤为重要，因为如果在此时由于健康问题而无法发挥出潜力，将是极其遗憾的。保持健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工作挑战，也能在40岁及以后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，我们需要定期锻炼身体，比如去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、跑步或散步，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腾出时间来锻炼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收入可能会增加，财务状况也会宽裕一些。这时，我们应该在饮食上投资。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吃的食物构建起来的，所以应该选择真正优质的食物，而不是低质量的廉价食品。通过认真减少疲劳并维护身体的健康，我们可以在40多岁和50多岁时获得更多的财富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